印度计划用于出口外销的光辉战斗机与国产枭龙棋逢对手，展开竞标。印度媒体宣称光辉战斗机赢下订单，战胜枭龙不成问题。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日，印度媒体发文称其最新研发的光辉轻型战斗机将和中国的枭龙战机在马来西亚的战机竞标中同台竞争，这是印度媒体关注的重点之一。印媒认为，枭龙战机与光辉战机都是目前全球出口市场里面最为顶级的轻型战斗机，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印媒还认为，虽然印度空军的光辉战机存在技术问题，但是枭龙战机也出现了全球性的丑闻。光辉战斗机是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打造的单人三角翼布局的轻型战斗机，1983年立项，2020年服役，被印度方面视为印度制造计划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虎哥认为，与印度官方宣称的事实正好相反，光辉的讨论类似于印度制造航空母舰，也就是说，飞机上的主要零部件还是来源于外国，印度只是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实际上，光辉的零部件如雷达、发动机、航电等设备全部来源于国外，国产化率仅为 30% 至 35%， 远远称不上是印度独立制造的战斗机。今年印度斯坦雄心勃勃，是要拿下国外订单，但是西方媒体并不看好。而中国研制的枭龙战机已经在国际市场上打出了名头。枭龙是歼20总师的成名之作，从立项到生产不超过10年时间，可见中国研制战斗机的效率。随后枭龙被巴基斯坦所引进，而且巴基斯坦不单单是购买战机，甚至把枭龙的生产线引进到了巴基斯坦。这个例子表明，枭龙这种结构简单、易于生产且性能出色的轻型战斗机，甚至可以在工业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飞机的制造。这一点是印度的光辉无法比拟的，因为光辉的绝大部分零件都来自于国外，印度根本没有出口生产线的能力，而且这还造成战机价格飙升。印军自己订购的光辉都达到了8000万美元一架，这个价格在轻型战机里面可以说是最高价格了。性能方面，光辉也是落后于现今世界的主流战机。作为一款上世纪80年代研发的战斗机，在设计指标上面已经严重不符合时代，采用的雷达和火控系统只能说一般，让光辉战机有了初步的发射中距弹能力，勉强支持超视距作战。但由于其机身载重不足，载弹量非常有限，在对空对地持久力显得力不从心，可以说是一个出生就落后的产物。而中国的枭龙战机至今已经发展至第3代，3代枭龙装备的先进雷达和武器，可以确保在100至145千米对敌方的空中目标进行超视距打击，光辉仅能在60至70千米之间。这两种战机在空中较量的性能方面可谓是天差地别，而空中作战能力又是战斗机的硬指标。价格方面，中国枭龙3以5500万美元的价格胜出，更是拥有最好的性价比。光辉的8000万美元贵还不说，性能方面也是一塌糊涂。那么这两款战机孰强孰弱，自然是一目了然。印媒抛出了枭龙全球性的丑闻这一话题，企图转移视线。这个所谓的丑闻，就是今年9月份外媒爆出的阿根廷即将购买枭龙战斗机消息。巴基斯坦的战略论坛随后对这一消息表示确认，他们说阿根廷空军已经正式选择了枭龙战斗机，但是随后阿根廷官方辟谣，他们声称尚未发布购买任何来源的超音速飞机的决定，并且正处于对战斗机的技术情况和财务评估阶段。也就是说，目前阿根廷并未采购枭龙，而印度媒体又把光辉战机预测为正在进行的阿根廷战斗机交易的主要竞争者，但却并未得到阿根廷空军官方确认，仅有一面之词。马来西亚的空军战斗机投标中收到了6份投标，其中包括印度的光辉战斗机，但是唯独不见枭龙战机。因此一部分印度网民认为枭龙败给了光辉战机，
甚至有印媒声称这是对中国战斗机竞标的胜利。看到这里，虎哥忍不住笑出了声。枭龙战机根本就没有参加马来西亚空军的战机采购投标，那么光辉战机何来击败中国战机一说？而且此次参加投标的有来自6个不同国家的战斗机，其中不乏俄罗斯米格35、韩国 FA50 等知名战斗机。中国也派出了战斗机参加竞标，当然不是超出了马来西亚作战需求的枭龙，而是最新型号的 L-15教练机。印度的散装光辉战斗机能否杀出重围，击败这些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都是一个未知数，就更别提和枭龙比较了。总的来说，印度航空工业的不完善，造就了印度当前没有能力制造完全的100%国产战机，这是一个长期积累、逐步发展的过程。但是像印度这样好高骛远、不顾自身发展需求，过分拔高战机设计指标，却没有足够的制造能力，最后建造的战斗机只能是一个落后的残次品。